京圈太子爷误以为我暗恋他，趾高气扬说同意我的追求。因为窝囊，我被迫和他交往了。太子爷脾气坏，不讲理，还靠着张俊脸对我是美行凶。恋爱3年，我始终说服不了自己和他过一辈子，但又窝囊不敢提分手。就当我发愁时，我看到了他的群聊，没见过像他这磨没自我的人。晚点回家就查岗，烦死了。下次他要还查岗，我立马拿钱打发他。我高兴得快蹦起，有钱拿，还能分手。我这个窝囊废终于等到春天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下午6点半，一向准时回家的裴玉川迟到了。我心一喜，熟练地摸出手机试探他的去处。亲爱的，好想你啊，你在回家的路上了吗？发完后，我闭上眼，表情虔诚许愿裴玉川今晚应酬或者出差，去哪都好，总之不回来就行。今天运气很好，裴玉川没一会就回了消息，别太残忍，我今晚有应酬。我双眼一亮，兴奋地蹦起，眨眼就把小龙虾、烧烤、啤酒都安排上。裴玉川一向厌恶这种垃圾食物，他在家时，我总吃不上，馋了快1个多月，总算等到他不回家了。我嚼，我蹲，日子过得不要太幸福，以至于忘记了裴玉川回家的时间。当门卫给我打小报告时，裴玉川已经门外时，我连忙喊阿姨帮我收拾桌上心爱的食物。随后，一个箭步冲到了浴室。裴玉川有个狗鼻子，要想不被他发现，只能洗澡。温热的水洒下，雾气缭绕。我站在花洒下，刚涂上香香的沐浴液，咔嗒一声，浴室的门开了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一道灼热的视线紧扣在一丝不挂的我身上。我一边在心里窝囊骂着臭流氓，一边着急披上浴袍，狗狗碎碎要溜出浴室。至于沐浴液没冲干净都是小问题，我只知道再不走，狗男人就要兽性大发了。我边溜边假笑和他寒暄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要洗澡啊？刚好，我洗好了，你快去。快错身而过时，他伸手扣住我的腰，手上一使劲，我被他扯进怀里。我吓得倒吸一口气时，他呼吸一重，单手抱起我就往浴室里走去。花洒被他拧开，温热的水淋湿了我的浴袍，以及西装革履的他。裴玉川扯开领带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。湿了，陪我洗一下。我连忙摇头，浴袍却被手快的他扯开，带有薄茧的温热大手探入浴袍内，一路向上。没一会，想拒绝的我已经软在他怀里。我不死心，窝囊又小声，应酬那么累，我心疼你，下次吧。裴玉川单手脱衣的动作一读，眼睛微微放大，他轻咳一声，露出一副非常勉强的模样。行，那一会你来动。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目瞪口呆的表情愉悦了裴玉川，他闷笑一声，吻上我的唇，随后一路向下。宋，你沐浴液莫洗掉，有点苦。我倒吸一口气，小发雷霆，那你就不要亲。不行，我窝囊的反抗莫拒绝掉裴玉川的禽兽大发，反而让他更起劲。期间我累得迷迷糊糊快睡时，打眼一瞧他居然还在折腾，这一折腾就折腾到了半夜。我再次醒来后，身旁没了他的身影，浴室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，身上的酸劲蔓延全身。低头一看，胸前更是一片狼藉。狗男人，迟早和他提分手。
我骂骂咧咧，发狠捶他枕头泄怒，却不小心捶到了他手机。恰好手机上一条资讯跳了出来，我拿起手机，是他兄弟群里的人在艾特他。真的假的？别又是在秀恩爱。裴玉川这自恋的狗东西还会秀恩爱。侧耳听着浴室还未消停的动静，我好奇打开了他的群聊，艾特裴玉川，最近莫听你抱怨温颂粘人了，是习惯了吗？没有，没见过像他这么没自我的人，晚点回家就查岗，烦死了。下次他要还查岗，我立马拿钱打发他，并且附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家的聊天截图。还有这好事，我高兴得快蹦起，有钱拿，还能分手。我这个窝囊废终于等到了春天了。我和裴玉川谈恋爱的原因纯属于我太窝囊。大三那年，我在食堂排队打饭，当时裴玉川和他的白月光、沈宪欢也在场，两个人凑在一起，不知道在吵些什么。我不关心他们，一心只有餐盘里仅剩的3个猪蹄，看得死死的，就怕他跑了。结果排队快到我时，排在前面的裴玉川和沈宪欢两个人不知道发什么癫，吵得越来越大声，身影交错，把出餐口的猪蹄挡得严严实实。不开玩笑，急死排队等吃的我了。我左歪头，右扭身，一心想看前面的人有没有把我心爱的猪蹄打走，没想到盯得太入神了，竟然成了别人眼里的出气筒。沈宪欢指着左右摆动身体，死盯着猪蹄的我冷笑：你身边的女生断过吗？大课跟着就算了，难得在食堂吃顿饭也跟着，而且像她这样迷恋你的女生还不止一个，只许你有舔狗，不许我有。声音响亮，充满怨气。刹那，全食堂的视线都向我转来，而不知深浅的我，脑袋还在左挪右移，直勾勾盯着我心爱的猪蹄，直到裴玉川朝我走来，宽肩窄腰的高大身躯完全遮挡住我的视线。他冷脸俯视我，语气复杂：就这么喜欢吗？一心只有猪蹄的我抬头，眼神迷茫。啥？我看看裴玉川，又看看仇视我的沈宪欢，以为自己喜欢吃猪蹄的行为被他俩嘲笑了。我不太服气，小声又窝囊道：不能喜欢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不。吃字还落下，人群发出一片蛙声，有人在喊：可以可以。他还单住啊！一眨眼猪蹄只有一个了，那轮得上我吗？我还没来得及伤心，突然被人推了一下，我一个劈叉立住了，好险，差点摔了。沈宪欢收回手，瞪着我凶巴巴道：你要不要脸啊？说完就哭着跑出了食堂。裴玉川自然也追着跑出去了，留下吃了大瓜的同学以及一头雾水正在劈叉的我。至此，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高高兴兴在食堂吃完了来之不易的猪蹄。结果刚回到宿舍，舍友对我兴奋发问：宋宋，你什么时候喜欢的裴玉川啊？瞒得可太好了。我一脸黑人问号。什么啊？没有的事。而后，我从校园墙上得知了我暗恋裴玉川的2、3事。难怪食堂那会的氛围怪怪的，这什么该死的误会。我刷了一会校园墙，得知裴玉川和沈宪欢跑到了文曲湖吵架。我急忙往那边赶去，想跟他们解释清楚，结果刚到那，就撞到了名场面。沈宪欢和一个不知名帅哥在拥吻，而裴玉川黑着脸站在一旁。我那句我没有暗恋他还没说出，裴玉川就牵起我的手往外走。走前，他对沈宪欢放狠话：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合作就此取消。说罢，又对我说：温颂同学，我同意你的追求了。啊，不是，我没同意啊。我甩了甩手，没挣脱，只得使劲摇头。
不了不了。裴玉川停下，转头看向我，高傲的眼眸闪过一丝不解。食堂那会不是还说喜欢我吗？现在不喜欢了？我不喜。裴玉川的脸色顿时黑沉一片，他咬牙，面目沉沉往前一步，高大的身躯把弱小可怜的我完全笼罩住。你耍我？我承认，我有一点点窝囊。我屈服了。我重新组织语言，小声又憋屈。喜欢，就这样。我莫名其妙和裴玉川恋爱了。我安慰自己，裴玉川很快就会后悔，那时再分手也不迟。结果3年了，我们还没分开。这3年，裴玉川脾气坏，不讲理，还靠着张俊脸对我是美行凶。例如他明明不爱我，但一有空就拉着我做，完事后还得怪我缠人，把我搂得紧紧的，自言自语嘀咕什么，只有他才能满足我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光凭他所求无度的份上，我就说服不了自己和他过一辈子，但又窝囊不敢提分手。一开始是怕他黑脸，现在是怕他作死我。天啊，我真的太难了。所幸裴玉川总算对我腻了。我想着他在群里说要拿钱打发我的话，情不自禁笑出了声。讨厌我粘人，讨厌我查岗，嘻嘻，那我偏往这方面努力。我正乐着呢，裴玉川不知什么时候从浴室出来，他把我搂进怀里，亲亲我的额头。笑什么？这么开心，分手还能拿钱，能不开心吗？话一出口，我暗念糟了，抬头一看，裴玉川的脸果然黑成一片。他眯眼，语气十分危险。宋宋，你刚说什么？就刚看了一小说，里面的女配命真好，男主居然给她500万的分手费。闻言，裴玉川脸色一缓，他把我按进怀里，嗤笑一声，才500万算什么命好？真没出息。我眼睛瞬间就亮了，所以我的分手费不止500万。我接，为了让裴玉川更快厌弃我，我开始疯狂作死模式。他上班，我狂发信息；他开会，我狂打电话；他出差，我隔个10分钟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虽然裴玉川都一一回应，但持续一段时间后，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明显不对劲了。我心一喜，觉得他已经厌烦我，便做得更起劲了。晚上，他下班回来，我鼓起勇气缠上他，娇滴滴道：“亲爱的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吃一顿你做的爱心晚餐？辛苦上班回来还被伴侣阴阳怪气要求做饭，我想是个人都忍受不住这样的伴侣。”果不其然，裴玉川皱着眉看了我好几秒，我缩着脖子猜测他要发火时，转眼他脱下西装，走进了厨房。他套上阿姨的粉色围裙，转身示意愣住的我替他系上围裙带。我同手同脚系好后，他转头看着我，冷声冷气威胁道：“这是我第1次做饭，敢说不好吃就默下一次。不是，你还想做第2次？”我在心里默默吐槽，但抬头与他黝黑暗沉的眼眸对上，我的窝囊病又犯了，做也不敢做了，只一个劲的保证不会。裴玉川听到我的保证，突然啧一声，脸色比刚才还黑。我被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厨房，只在客厅做了快1小时的心理建设，才等到裴玉川才端着一碟菜出来了。那是一块块完全碳化的肉块，靠着强大的想象力，我勉勉强强认出这是香煎牛排。像我这种吃货，菜在面前多多少少都会尝一口，但我真怕被毒死，不敢尝。我鼓起勇气，再次做起来。做那么久是想饿死我吗？拿走，我不吃了。全程，我没敢抬头看裴玉川的脸，生怕被他的冷脸一下。
把有气势的话说磕巴了。做完后，我低着头跟鹌鹑一样跑回了房间。这样，裴玉川总该分手了吧？我想着，不小心趴床上睡住了。醒来时，肚子饿得难受。好饿啊，牛排吃吗？好啊好啊，我兴高采烈应完，才察觉刚是裴玉川在说话。我抬眼望去，裴玉川正坐在床沿上，他穿着今天下班时穿的衬衫，昂着头，纡尊降贵说道：想吃就起床，我去给你做。想着差事人也是一种做，我乖乖地点了头。裴玉川表情微松，在冷哼一声后，俯身给我穿上了拖鞋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去了厨房。这一次，我是看着裴玉川下厨的，解冻、切蒜、热锅、倒油，他弄得行云流水，半点也看不出厨房小白的姿态。我眼巴巴瞧着，不一会就闻到了牛排的喷香味。饥饿的我焦急去要去端，却被裴玉川挡住，耍我，不想给我吃。我恋恋不舍地看着牛排，气鼓鼓地退开了。裴玉川上前端起，往餐桌走去。我仗着他背后墨长眼睛，肆无忌惮扮鬼脸。谁料，裴玉川突然转身，他眼里闪过笑意，说话却很凶：做什么鬼样子？不是饿了吗？快来吃！哦，我双眼冒光，急匆匆往餐桌走。经过垃圾桶时，无意瞄到里面有好多焦黑的肉块。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莫话找话道：王姨是不是不会做牛排？我发现垃圾桶里有好多焦黑的肉块。莫啊，她做的挺好吃的。裴玉川坐在对面，一手撑着下巴，漫不经心应了一声：啊，那垃圾桶那些。裴玉川身子顿时僵住，他腾一下站起身，身后的椅子与地板发出尖锐的摩擦声。我头顶问号，猛逼抬头，只见裴玉川耳根红红，双手抱在胸前，面无表情道：什么垃圾桶？那不是我弄的，你别污蔑我。煎牛排这么简单的事，学一下就会。我才不会浪费这么多牛排专门给你做这一毒。我说是你了吗？就跳出来认领。我瞅着裴玉川，眼神尽是这个意思。裴玉川读懂了，他微微眯起眼睛，伸手摁住我的餐盘，恶声恶气道：话那么多，不想吃就倒掉。我连忙扒紧，凶死了，狗男人一天天就这么莫名其妙。面条不是白吃的。当晚夜生活临近结束时，我双手累得在他背上抓不出伤痕，偏裴玉川这人特莫自知之明。他吻着我哭红的眼眸，手也在不规矩地滑动，明明表情艳足，却还倒打一耙，假惺惺道：今晚本来不想做的，你偏要了又哭，你真的太娇气了。混蛋，能不能把你的手拿开再说这话？我很想呼他一嘴巴，又怕他借口继续，真受不了。1周7天，有6天在做，每次还不低于2小时，必须分手。做精不能让他提分手，那就上强度，再加个拜金人设。一早我起床时，身旁已没有裴玉川的身影。最近做习惯了，我第一反应是发消息找他茬：亲爱的，今天的早安吻呢？我睡眠一直很好，他亲了我也感觉不到。不管他亲没亲，我只要一口咬定他莫亲就行。隔着网路，我做得很肆意，但莫得意够1分钟。裴玉川发来一个视频，直接让我傻眼。视频很短，只有1分钟，里面有10秒是裴玉川在吻我，剩下50秒的画面是我闭着眼在对俯身亲吻我眉心的裴玉川拳打脚踢。干得漂亮，但我着实没有这段记忆。算了，做不下了。上拜金人设。亲爱的，我衣柜好空啊，
我丝滑转移了话题，打字提需求。可那句想要迪加心上的裙子还没打完，裴玉川的资讯先来了。各大品牌的当季衣服一会就送到。也是，这些对他而言是小钱，换点大的。我要全款限量包。裴玉川，好，和衣服一起送到。我缺块带得出门的手表。裴玉川，一会让人上门给你挑。我想要你车库里那款限量车。裴玉川，可以，但得注意安全驾驶。那房子，裴玉川，想通了，我这就让李助理发房源给你挑。我删删改改，最后憋出一句：亲爱的，我还觉得脖子空空的，很需要几条漂亮的宝石项链点缀。裴玉川，你衣帽间的侧边保险柜，全是我帮你拍的首饰，你要不喜欢的话，过几天我再带你去现场拍。这个没有印象，说不准再诓我。我像抓住把柄，立马气汹汹问道：什么时候拍的？你怎么没和我说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裴玉川，我每次拍下都有给你发信息。啊？我立马去翻了记录。嗨，还真有，只不过恰好我都有事，每一次都非常不走心，回复了。我边翻记录，边往衣柜间走去，然后打开了保险柜，再然后被柜里的珠宝闪了一脸。不是，裴玉川已经给我花了这么多钱，这拜金人设真能让他提分手？我也是没招了，要不再忍忍。虽然裴玉川自恋了一点，凶了一点，莫名其妙了一点，重优了一点，但他大方啊。我双眼痴迷地摸着祖母绿的宝石项链，试图说服自己再窝囊的忍忍，要不定个期限，忍到沈宪欢回国为止。届时就算我不想分手，裴玉川都会让我滚。愉快说服自己后，我就着李助理发的房源挑房子。刚和裴玉川在一起时，他没少说给我买房，我那会窝囊，觉得迟早要分手就莫接受，但应付一个床上不当人，床下自恋狂的男人3年，我只会觉得什么都是我应得的。我美滋滋挑了市中心一套大平层给李助理发去，然后愉快地刷起了朋友圈。结果一不小心就刷到了沈宪欢回国的机场照。机场合照里，站在 C 位的沈宪欢怀抱鲜花，面对镜头笑得热烈明媚，而站在合照边缘的裴玉川侧着头，眉眼淡淡，一副不耐烦的模样。但仔细一看，却发现他的视线落在了沈宪欢身上，两人暗流汹涌的氛围，直接让其他阶级的朋友沦落成背景。发照片的人是不相熟的同校校友，他给这张照片简单配了个文案：俊男靓女，住99。我紧紧盯着这张合照，心凉了半截。得嘞，刚心理建设白做了，虽然心里有点不得劲，但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呢？继续做吧。做完分手跑路，我等到6点半，裴玉川如意料之中没到家。我不改初心，开始做。从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到家？到亲爱的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20分钟呢。我发了快99的资讯，把一个粘人莫自我的恋爱脑诠释到100分。裴玉川现在铁定和沈宪欢在一块，我猜测很久才能收到他的回复时，收到回了一串省略号，果然变冷淡了。也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等到分手。刚感慨完，裴玉川的资讯弹了出来：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搬出来，分手来了。他来了。白月光的威力比我想象中还要大，但我是个稳重的窝囊废。我追问道：什么意思？乖，别装，最近你老闹不就是为了这事吗？我的答案是我愿意。我心一惊，顿时有点傻眼。裴玉川什么时候这么有自知之明了，还知道我闹他是为了分手？我谨慎敲字：
问道：这事是指什么？刚发完，他的消息同步而来。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。霎时，我的心跳乱了一拍。努力了快1个多月，终于分手了。我感动得快要落泪，同时也有点莫名的失落。所幸不久，银行卡到账的资讯让这一丁点的失落彻底消散。我幸福的双眼眯起。哎，我们窝囊废就是这样，给点好处就会忘记烦恼。我笑眯眯给裴玉川发消息，沈宪欢回国就跟我提分手，我算看透你了，分就分。发完后，我反手把裴玉川给拉黑删除，分手费拿了就得识相。本窝囊废在此祝他们小情侣天长地久。我连夜拉着行李箱离开别墅，回了自己的小房子，开启快乐躺平生活。白天接单画画，晚上看书睡觉。前半个月自由的好快乐，后半个月，我开始觉得日子难过起来。明明一天12小时高强度线上，我却没有一个随时随地可聊天的人。明明晚上睡觉没有了某人的骚扰，我居然睡得不再香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实现了烧烤、奶茶的自由，但我总觉得他们没有背着某人偷吃的时候可口。诸如此类，还有许多小事，我不愿承认他们与裴玉川相关。我总觉得是我太闲了的缘故，所以我决定玩游戏打发时间。我买了个漂亮的号，开始了我的游戏征途。选英雄时，1楼射手秒选后羿后，扯着公鸭嗓让我玩小明。我很久没玩了，干脆听他的选了小明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位射手拥有所有刻板印象里后羿的缺点：爱送、爱叫、爱摆烂，怨天怨地，就是不怨自己。我跟着他被对面打死时，他发出了第一声狗叫。辅助，你会不会玩？我刚想扣个问号，队里的小乔帮忙说了一句：你伤害不够怪辅助。随后，后羿和小乔对骂起来。乐，我还没说你，你上来我能死。骂辅助骂法师，就是不觉得自己菜。回去看回放吧。死人，我性子是窝囊，不会还嘴，但我会跑。我立马关闭听筒，甩下狗叫的后羿跑去跟了小乔。勇敢的小乔大好了就劈叉着往前冲，一局下来，他拿了不少人头，我也收获了不少的助攻。我们的成功刺激了后羿，他狗叫不停，一直BB。我懒得理他，坚定跟着小乔。小乔是个侠女，立马骂道：彩笔不要说话。随后又对我说：小明别怕，姐带你赢。小乔的维护让我又回到了以前跟裴玉川还没分手的状态。我为人窝囊，一个人玩游戏时总是关闭听筒，并遮罩所有队友，但裴玉川在我身旁时除外。以前他在书房加班，我在旁玩游戏，一听到有人骂我，他立马伸手打开我的全部麦，放下工作开始喷人。如今小乔也是，这被人维护的感觉让属属我啊又爱上了游戏。艰难赢下后，小乔拉我进了房间，他开麦了，出乎意外的成熟温柔女声：宝儿，要不要一起玩？我刚要打字说好，小乔又说：我因为年纪原因也没人陪我玩，你以后和我玩行不行？我不让你吃亏。一局50，我打游戏是为了打发时间，有个护短的游戏搭子挺好，我立即答应，但拒绝他说的陪玩费用。小乔没说啥，他让我加了他的微信，二话不说，他甩了一个银行卡截图余额给我，那数不清的零让我目瞪口呆，原来是遇上富婆了。我实动然句道：可以一起玩，但钱就算了。小乔略有遗憾，却没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我成为他的游戏塔子。我们一连玩了半个月，因为性格相投，我们彼此得知了对方不少事。
小乔姐姐今年56岁，从小家境优渥，是个有钱有闲的富婆姐姐。人生遇到最大的烦恼就是家里的好蛋儿迟迟不结婚，而她也知道我刚分手，打游戏是为了让自己忙起来，不再胡思乱想。再又一次，小乔姐姐烦好大儿不婚睡不着时，她对我激情发言：宝儿，不行，我把我儿子介绍给你吧。不是我亲妈眼，我儿子个高人帅有钱，除了傲娇不会说话外没任何缺点。要不先发张照片给你看看，如果你俩看对眼，我的烦心事彻底了结，而你也能忘了那个跟初恋跑了的渣男，简直一举两得啊。小乔姐姐吃过的盐比我吃的饭还多，我在嘴硬，她也看出我对裴玉川有那么一点不舍，但我不想从一个坑再跳另一个坑，我坚定地拒绝了。可没想到，某次意外，我还是跟小乔姐姐的儿子有了联系。某日，我和小乔姐姐开着麦驰骋峡谷，正团战时，小乔姐姐那边突然吵闹了起来，我吓了一跳，猛冲进敌方队伍，啪叽一下死了。小乔姐姐也紧随其后，没来的道歉。小乔姐姐开口了：宝儿，我那不孝子今天突然回家，我这边先闭麦了。我连忙说没事没事，但闭麦后的小乔姐姐手感突然好了起来。我玩着朵莉亚给她刷大，她玩着婉儿二话不说冲进人群，在少对多的情况下靠着犀利的走位拿下4杀并成功活了下来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游戏搭子，这必须得大夸特夸。我开着麦为她激情呐喊：姐姐，你这婉儿秀妈了，这么顶级的操作国服现了得马上拜师，职业选手看了得惭愧3分，怎么这么厉害，收割对面跟砍瓜切菜似的。姐姐你听好了，今年的 KPL 莫尼我绝对不看。谁知我话刚落，婉儿突然卡了，站在原地不动，被敌方3两下打死。我立马关心问道：姐姐，你卡了？小乔姐姐发了一串省略号，躺地板的间隙，她问道：这1个月来，你天天在峡谷里打游戏到这么晚？对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睡不着。小乔姐姐莫再说话，打得越发猛了，带飞了全场。对局结束后，返回房间，小乔姐姐道：不玩了，你得早点睡。我觉得今天的小乔姐姐有点奇怪，天天熬夜的她居然催起了我早睡，估计她现在忙吧。我乖乖应了好。直到凌晨，小乔姐姐发了微信给我：宝儿，我刚去看对局详情了，我那不孝子可太犀利了，咱别大厅组大腿了，让他带带就行。我这才知道闭麦那会是小乔姐姐的儿子带他玩的，有点尴尬，但不多。卡80星好久了，有大腿抱必定不能拒绝啊。我美滋滋地答应了，和小乔姐姐道了晚安。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，夜深，不愿承认的情绪又反扑上心头。解锁手机，黑暗里荧幕发出亮莹莹的光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开了被拦截的短信，接来自熟悉的号码，最上面有一条是10分钟那所发，不许晚睡，是裴玉川一贯的语气。我发狠戳着荧幕，把裴玉川所发的资讯全看了，很多，但来来回回都是为石魔分手，我和沈宪欢没关系，我们谈谈好吗？然后就是今晚的不许晚睡，就晚睡。我睁着通红的眼，玩了一晚上的游戏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已经是下午6点。我点了个外卖，草草吃了几口，而后和小乔姐姐开始日复一日的峡谷遨游。估计是没睡好缘故，我打得有点菜，又输一把后，小乔姐姐叹了一口气：先别开，我家那不孝子一会有空，我让他带带我们。输得闹心，有大腿带我自然答应。等了10来分钟，
小乔姐姐邀请了一个全黑头像的号进来。小乔姐姐开心地跟我介绍：“宝儿，这就是我家不孝子，看得上我就送你。”不孝子闭着麦，回了一串省略号。他打字反抗：“不用你送。”我尴尬地笑笑，跟他打了声招呼。随后，我们进入游戏。小乔姐姐的好蛋儿玩的打野，她的镜玩得十分厉害，秀了一波又一波，带我们连赢了10来把。我从一开始的矜持夸赞，到后来的疯狂彩虹屁。镜大人，你好帅啊！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啊？镜大人听后高冷的一批，回了个冷淡的一。我和小乔姐姐也不在意，天南地北闲聊时，抽空对她说几句彩虹屁。一晚上过去，我们顺利上了100星，还想再打时，腿儿突然说不打了，太晚了，你该睡觉了。不愧是小乔姐姐的好蛋儿，还挺有孝心的。我当即同意，下了游戏，但才11点，失眠成性的我睡不住，手机突然粘上了我的手，我又打开了骚扰资讯，然后看到了3分钟前发来的短信：晚安。心突然加速跳动，我苦笑一声，发觉自己越发思念他了。这1个月，我也不是完全没有他们消息，我从校友的朋友圈得到过他们的动态。沈宪欢在半个月前和他家世相当的竹马订婚了，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，他家世相当的竹马是裴玉川，所以我不能有一丁点喜欢。阴差阳错恋爱时，我早知道会有这个结局，这是我必须承受的。我依旧和小乔姐姐母子打游戏，打的时候热热闹闹，下了游戏空虚寂寞。我竭力忍耐不间断的情绪反扑，却还是被小乔姐姐发现了。她在微信关心道：“是遇上难过的事了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尽管说。”小乔姐姐太过温柔，我没忍住，把所有情绪宣泄出去。小乔姐姐耐心听完，帮着我骂了裴玉川几句渣男，又细致温柔地开解我。待我情绪好点，她又开玩笑道：“忘却失败恋情最好的方式是开始新的恋情。宝儿，不孝子送你要不要？”我破涕而笑，鬼使神差应道：“行啊，晚上问问他意见。”晚上游戏时，小乔姐姐对好蛋儿提起了这桩玩笑话。这段时间的游戏时光，我多少明白她的性子。她听后多半会发个省略号，然后这事变过了，所以我也笑着逗起她：“小乔姐姐把你送我了，明天记得来给我验货。不帅我不要。”好蛋儿没有发省略号，她先扣出一个问号，问道：“你男朋友呢？”太丑，被我踹了。她沉默了半晌，发了句：“要是我比他还丑呢？”我笑嘻嘻道：“没关系，看小乔姐姐份上我会包容1、2。”随后，中路爆发了团战，话题止住，团灭对方后，我完全沉浸在喜得人头的喜悦中。这时，小乔姐姐的好蛋儿发了一条资讯：“那明天不见不散。”我没在意，小乔姐姐却发出尖叫：“我同意这门婚事，你们放心，这是我来安排。我和小乔姐姐同城，这也是她3番2次说要把好大儿送我的原因。”我在懵逼中，就这么被安排了相亲。一早，我被小乔姐姐打电话叫醒，她给了我一个地址，某5星餐厅，需要提前预约那种。小乔姐姐道：“宝儿，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那安保巡逻可严了，万一这不孝子敢对你动手动脚，你就大喊，或者踹他的裆，不用顾及我哈。”我弱弱发声：“可以反悔吗？”小乔姐姐坚决道：“不行。”我：“行吧，既然都安排好了，那就走个城市见一面吧。”我踩着点到了小乔姐姐说的餐厅，看了半天，发现餐厅里的一大半的男人都穿着小乔姐姐提供的不孝子穿着特征，
白衬衫黑西裤。我两眼一瞎，看谁都觉得是小乔姐姐家里的好蛋儿。我急忙问小乔姐姐，好多人都穿着白衬衫黑西裤。小乔姐姐秒回，最帅那个就是。那我可得好好看看。我四处巡视，结果看到了一个帅到出尘的熟悉男人，是裴玉川。他穿着白色衬衫，修长的腿被黑色西裤包裹，行走时他的身形挺拔如松，黑色的碎发随意垂在额前，眼眸深邃，鼻梁高挺，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黝黑的眼眸与我对上，他笑了笑，对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型。他说：宋宋，我找到你了。随后大步朝我走来，我当即要找出口跑路，却没有他的动作快。他抓住我的手腕，摁住我坐下。他笑了笑，有些阴阳怪气，不是特意来陷我吗？跑什么？打游戏很能改善窝囊的性子。我低着头，小声呛一句：谁见你啊？我是来相亲的。裴玉川脸色瞬间变黑了，他咬牙切齿道：那你有问过你的相亲对象叫什么名吗？霎时我心里有个不好的预感，我颤巍巍拿出手机，给小乔姐姐发信息：姐姐，你儿子的名字是裴玉川，好听不？我翻了一礼拜字典取的。我天塌了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我无语凝噎，半天憋出一句：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那和我分手也是误会？分手不是？顶着裴玉川喷火的眼眸，我小心翼翼道。裴玉川深吸一口气，气得头发丝都竖起。在我以为他要甩手离开时，他维持镇静道：说吧，为什么分手？我这人窝囊，但也有火气，不是你提的吗？沈宪欢一回来，你就让我搬走，还说分开一段时间。别装了，你就是喜欢沈宪欢，而且你都快结婚了，还来纠缠前女友干嘛？我越说越气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。裴玉川慌了，他坐到我身旁边替我擦眼泪，慌张道：我没有提过分手，新婚夫妻婚前是不能见面，而且你都跑了，我跟谁结婚去？至于沈宪欢，他有未婚夫，我也有你，我不喜欢他。我红着眼，抬起头。裴玉川继续道：你前阵子缠着我不就是想和我结婚吗？我都准备好了一切，我为什么要分手？我抽抽噎噎，无语道：我什么时候说和你结婚了？裴玉川脸色一变再变，皱着眉道：不想结婚，你为什么这么反常的撒娇？他哼了一声，越说越信誓旦旦：你天天这么撒娇，肯定是想跟我结婚，我当然要提前准备婚礼。我睁大眼：你管我的做叫撒娇？当然，不然你为什么不对别人做？那在兄弟群里说烦我查岗是什么意思？裴玉川给我擦眼泪的动作一读，他眼眸闪了闪，耳根子染上些非议，略不好意思道：你天天这么关心我，肯定是爱我。我就稍稍分享了一下，那你还说在查岗就分手？裴玉川颇为委屈道：还不是当初我误以为你喜欢我，实际上你一点也不爱我。他们这群混蛋得知后都喊我舔狗，后来我天天在床上卖力才让你喜欢上我，我当然得炫一波。所以这就是3年来我的腰饱受折磨的原因。我揪住他腰间的薄肌，咬牙切齿：我不喜欢你的卖力，你给我节制一点，不然我才不会跟你结婚。痛痛痛！宋宋，你是说你同意和我结婚了？那我们明天去领证好不好？宋宋，你说话。不好。那什么时候去领证？我哼笑一声，看你表现。此时餐厅里灯光柔和，音乐舒缓，
我憋闷许久的心情也变得舒畅。小乔姐姐得知我的渣男前任就是裴玉川后，只惊了半晌，她又笑嘻嘻道：“不孝子，谈恋爱也不会谈，谈3年也带你来县见我，活该老婆跑了，还好有我，不然都找不回你。”我低头笑了笑，把我当初拒绝县家长的事咽下，这锅还是裴玉川背吧。总之，我和裴玉川丝滑地解开了误会。得知他心口不一的傲娇内里后，我面对他也不再窝囊，他也努力压抑自己，从1周6次改成1周3次。我们互相更了解彼此，对彼此的爱意也越深。终于，在一个绚烂的春日里，我同意了他的求婚。我们阴差阳错的爱情也迎来了幸福的结局。裴玉川番外，大3那年，我干了件蠢事，错以为温颂暗恋我。那时正值沈宪欢撕毁互相应对双方父母条约，私自谈了男友。我不想落下风，在错以为温颂暗恋我后，我趾高气扬说同意他的追求。交往后不久，我就发现温颂不爱我的这个事实，但我要脸。最重要的是他可爱又胆小，离开我肯定会被人欺负。他现在不喜欢我，不代表以后不喜欢我，所以我求助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们。在被他们的一顿嘲笑后，我得到了让温颂爱我的法子：一，从各方面关心他，注意他的身体心理健康。例如他爱吃垃圾食物，这个得管，但又不能管太严，偶尔得放点水让他吃1、2次。所以他每次偷偷摸摸吃时，我都当看不见。2，要对他不吝啬钱财，我的副卡给了他，看到顺眼的珠宝也给拍了，房产也一直让他去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此一直冷淡，烦，仇人。3，我不会说话，朋友让我多做少说，这个不用他们建议。我在床上一直很卖力，毕竟他也很喜欢，每次都要撒娇。总之，这3年里我兢兢业业按这些法子经营我和温颂的爱情，别说，还挺有用的。我明显感觉到温颂爱上了我，比如他居然开始查岗了，而且他还主动花我的钱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爱我啊，爱我等于想跟我结婚，没毛病。所以我立即筹备了婚礼，但被发小拖着去给沈宪欢那臭丫头接机时，我收到了温颂的查岗资讯。我一个没忍住，就跟温颂坦白结婚的事。夫妻婚礼前是不能见面的，所以我和温颂商量了一下，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还没开及大说特说，天杀的机场，信号差得要死，消息一直在转圈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和温颂聊吧。结果一出机场，发现温颂给我发来分手的消息。发生什么了？我的天瞬间塌了。我拨了个语音电话过去，却提示已被拉黑，电话也被拉黑了。我立马往家里赶，结果家里也没有温颂的身影。我那么大一个老婆就这样莫名其妙跑了。后来我翻天覆地的找老婆，找了1个月，我竟然在我妈的手机上找到了她。什么叫天赐良缘？这就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